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山田悟医生所著的《无需运动，血糖也能迅速下降的饮食大全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惊人的低碳饮食法；第二，营养成分表中的关键点，降低血糖的饮食小窍门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惊人的低碳饮食法。只要我们控制糖分的摄入，不管其他营养素摄入多少，血糖都能迅速稳定下来。这是因为，从理论上来说，只有糖分会直接导致血糖上升。所谓血糖，指的是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，而葡萄糖主要来自白米、面包等含淀粉的食物。这些食物中的糖分会在胃和肠中被分解吸收，通过肝脏进入血液，形成血糖。即便是健康的人，吃完饭后血糖也会暂时升高，但通常会被身体的肌肉、脂肪、内脏等细胞迅速吸收，使血糖恢复到正常水平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高血糖呢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，餐后未被充分吸收的葡萄糖残留在血液中。如果我们控制糖分的摄入，甚至不需要依靠药物，血糖也能下降并趋于稳定。可能有些人会想，那我干脆完全不吃糖分不就好了？理论上是这样，完全不摄取糖分，血糖当然不会升高。但现实中，我们真的能一辈子不吃米饭、拉面、意面、水果，甚至甜点吗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这是很难坚持的。而且，不摄取糖分也会有一些弊端。许多含糖食物中，其实也富含膳食纤维。如果完全避开糖分，膳食纤维的摄入也会大大减少。而膳食纤维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，因此，作者提出了一个更加实用的方式——低碳饮食法，也就是适度的低糖饮食。这个方法既可以享受美食，保证营养摄取，又能有效降低血糖，是一种非常科学有效的饮食策略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只需要将每日3餐的糖分控制在20到40克之间，零食或甜点的糖分控制在10克以下，每天总糖分控制在70到130克以内。这个方法的最大优点是，只要控制糖分，就可以吃到饱，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没有上限，也无需担心卡路里或蛋白质与脂质的比例。更棒的是，低碳饮食并不是完全不吃糖分，每餐依然可以吃一点糖分，这样就不会产生太大的压力，更加容易长期坚持。作为医生，作者经常告诉患者一句话：可以吃到饱。这背后其实有科学根据。研究发现，蛋白质和脂肪能促进消化道激素分泌，能够有效刺激大脑的饱腹中枢，让人自然感觉吃饱了。也就是说，蛋白质和脂肪并不会让我们吃过量。但糖分却不同，糖分会扰乱大脑的饱腹信号，即使已经吃饱了，看到甜点还是会忍不住，这就是所谓的另一个胃现象。也因此，通过限制糖分摄入，就能避免这种大脑信号失调，实现真正的吃饱了。此外，在低碳饮食法中，我们完全不需要担心热量问题。作者特别指出，限制热量是最难坚持的减重方式之一，即使短期看起来有成效，但长期来看，大多数人都会出现反弹。而且，热量限制其实并不会有效改善血糖，反而可能因为营养摄取不足而造成身体问题。因此，与其节食，不如选择科学的糖分控制法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每天70到130克糖分的标准是怎么来的。首先，糖分的确是身体的重要能量来源，但大部分细胞也能利用脂肪来获取能量。实际上，只有红血球和大脑是完全依赖葡萄糖的细胞，它们每天所需的糖分总量，差不多就是130克左右。这个数值不受体型、性别或运动量的影响。另一方面，每餐摄取的糖分控制在不超过40克，主要是为了防止餐后高血糖的出现。餐后如果反复出现血糖飙升，不但容易引起糖尿病，
还会增加动脉硬化等并发症的风险。也就是说，糖分摄入既要有上限，也要有下限，过少也不行。如果一天糖分摄入量低于50克，肝脏会启动饥饿模式，分解脂肪，制造出酮体来替代糖分，供身体甚至大脑使用。虽然酮体本身并不坏，但极少数人存在先天性代谢障碍，一旦酮体过多，可能会出现意识障碍、酮症酸中毒等问题。因此，低碳饮食法建议每天糖分摄入不少于70克，以此确保安全，避免身体进入危险状态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营养成分表中的关键点，降低血糖的饮食小窍门。到目前为止，你应该已经明白了通过低碳水饮食法来自然降低血糖值的方法。正如我们多次提到的，在低碳水饮食中，只要不是碳水化合物，肉类、鱼类、鸡蛋和蔬菜都可以尽情享用。那么具体来说，什么样的饮食算作低碳水饮食呢？本书将为您简述低碳水饮食的具体内容，并提供一些长期坚持的方法和技巧。实际上，低碳水饮食的具体内容会因人而异，因为低碳水饮食的规则仅限于第一部分提到的适度减少碳水化合物，而对于其他营养素，则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由选择和食用。低碳水饮食成功的关键是不要试图彻底改变原有的饮食习惯。例如，如果某人习惯于晚餐吃炸鸡套餐，可以适当减少米饭量，增加炸鸡的量，或加1道小菜。如此一来，不需要太大改变，只需稍微调整平衡即可。成功的低碳水饮食的秘诀在于不要忍耐。任何饮食法，如果需要过多忍耐，都难以长期坚持下去。低碳水饮食菜单示例：示例1，猪五花、葱、香菇和萝卜豆苗火锅，搭配柠檬醋调味。日本清酒。在此例中，猪五花肉可以选择脂肪较多的部位，通过脂肪摄入较多的卡路里，从而达到饱腹感。如果不吃主食，则可以适量饮用富含碳水的清酒。如果不喝酒的人，可以选择在餐后享用些甜点。示例2，牛筋蔬菜韩式汤、煮鸡翅、带煎鱼的沙拉、黄瓜葱沙拉、葡萄和啤酒。这份餐食富含蛋白质，包括牛筋、鸡肉和煎鱼。由于主食减少，餐后可享用水果。在调味时，使用韩式辣酱等酱料时需注意，这些酱料中含有较高的糖分，选择低糖啤酒会更合适。这些菜单不仅美味，而且有助于降低血糖，足够简易可行，使人乐于坚持。注意糖分高的食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需要留意的高糖食材。众所周知，米饭、小麦粉如面包、乌冬面、意大利面等中糖含量较高。这些主食以外的食材中，红薯、土豆等薯类，以及红豆、扁豆等豆类也含有较多糖分。不过，大豆作为植物肉的代表，其糖分含量较低，富含蛋白质和异黄酮等有益成分，因此建议在低碳水饮食中积极摄取。此外，南瓜、玉米和莲藕等蔬菜中也含有大量糖分，应适量食用。水果中，建议限制摄入除牛油果、橄榄和椰子之外的种类，尤其是草莓、橘子、苹果和葡萄等甜度较高的水果。此外，粉丝和葛粉等以薯类为原料的食材糖分也较高，但魔芋因糖分低，则可放心食用。蘑菇类、鱼贝类、肉类、蛋类和油脂类都可以适量摄入，但在乳制品中要避免浓缩奶，因为其糖分较高。通过科学选择食材和搭配，低碳水饮食可以在不影响口感和满足感的情况下，有效帮助您管理血糖并实现健康饮食。除浓缩牛奶外，其他乳制品如奶酪和黄油可以任意食用，不需要完全避免含糖量较高的食材，只需稍微控制即可。每餐糖质摄入量不超过40克呢。就像刚才提到的，韩式辣酱含有较高的糖分一样，调味料和配菜中也往往意外的含有较多的糖分。因此，
一餐的糖质摄入量应控制在20克到30克之间。如果一餐的糖质量是20克到30克，那么例如白米饭大约是半碗，切片面包是8片切片中的1片，意大利面或乌冬面大约是正常分量的半份。对于那些习惯加大米饭或意大利面分量的人来说，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量很少，但可以通过增加蔬菜等其他食材来弥补减少的主食分量。饮食习惯最终是通过逐渐适应而改变的，因此不必急于求成，可以慢慢减少主食的量。最后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加工食品的糖质含量。通过查看营养成分表，可以确认食品中糖质的含量。那些有减肥经验的人可能会习惯性地关注成分表中的热量及卡路里，但正如第一部分所述，控制卡路里对血糖水平并无太大影响。关键是要关注的是碳水化合物，而不是卡路里。如今一些产品会将碳水化合物分为糖质和膳食纤维，这时应该特别关注糖质部分。如果产品没有明确分开，而只标明碳水化合物，那么可以假定碳水化合物大致等同于糖质。当您关注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时，您可能会惊讶地发现，过去被认为是高卡路里的食品，如巧克力、冰淇淋、泡芙等零食，其碳水化合物含量并不算高，而相反，一些低卡路里的产品却可能含有惊人的高糖分。尽管科学早已证明，卡路里限制并无必要，但市场上仍然充斥着低卡路里食品的宣传。因此，大家要学会独立查看食品的营养成分表，特别是碳水化合物部分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成分表上的标示标准。营养成分表中通常会标明是每100克、每袋或每个的含量。若对这些标准的理解有误，可能会误以为糖质含量很低，从而摄入过量的糖质。因此，必须小心查看并确认成分表中的信息。通过养成正确的食品阅读习惯，您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糖质摄入，确保在享受美食的同时，维持健康的饮食习惯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